景色的一滴眼泪，竟成如意扳倒魏燕婉的关键。要说魏燕婉这辈子走的最烂的一步棋是什么？那绝对是当着轩轩讨论生娘好还是养娘好这个问题，靠着作死发言成功蹦跶到了甄嬛的雷区，喜提祭祀大权旁落。他绝对没想到，正是自己这次的缺席，才让如意的读心局进展的那么顺利。祭礼上，影对对像是重新认识了景色一般，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三公主，居然也会因为异母弟弟的去世哭得那么伤心。要知道永琪可是海兰与如意的儿子，景色对如意一向是当杀母仇人的，所以这滴泪也是让影妃看透，和靖公主其实也是个感性之人。当初如意断发之时，景色就曾表现过他的感性，自己的死敌落难，他想象中的痛快并没有到来，反而是通过此事看透了如意与自己的父亲，明白母亲之死，杀人凶手从来不是如意，而是高高在上的那个人，所以开始渐渐理解心疼如意。误会解开后，景色对如意的恨也消失了。相比于继后，他其实是更看不起令妃的。景色最得意的就是自己高贵的身份，当初若非为了给如意添堵，像魏燕婉这种为了讨好扎龙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他是碰都不想碰。而断发之时二人不同的反应，也表明这两人本性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联盟并不牢靠。因此影妃在出门后，才能那么容易的用2句话就引得景色开始怀疑魏燕婉。他与扎龙一样，十分重视皇家体面，所以在知道令妃教育15弹一切向着自己时，立马和魏燕婉断绝关系，转头就找老爸告状，几句话就让令妃的孩子被瓜分。之后如意掳走春蝉，让魏燕婉处于一个发癫的状态下，开始自己的骚操作，直接给自己做到了原形毕露。魏燕婉从始至终都没有看破自己的这个盟友，她看不懂嫡公主的格局与骄傲。在景色的心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即便和自己不是一个额娘，但始终是自己的家人。但扎龙的宠妃于他而言不过就是奴才，有用则利用，无用便抛弃。因此魏燕婉的行为无疑是触碰到了景色的底线，而景色帮如意夺走15弹，也是圆了读心局。为啥金玉妍死后如意要烧羽毛呢？金玉妍死前，如意去见了他一面。金玉妍这一生可悲极了，为了一个不爱自己人，在这个宫里斗了半辈子，但到最后事发，那人却转头将他抛弃。启祥宫的萧索极了，如意推开门进入，才发现金玉妍邋里邋遢的躺在床上，一点都看不出来曾经那个明艳嚣张嘉贵妃的半点样子。如意递给金玉妍的那道密折，无疑是杀人诛心。他本以为自己这半生的算计让爱人得偿所愿，到最后才发现，爱人御史王爷就是一个骗子，根本配不上他的爱。最终金玉妍换上了御史卫出嫁女的发型，自尽身亡。如意在听到金玉妍去世的消息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恰好一片羽毛落了下来，如意轻轻一捻拿起它，听着下面小丫鬟说嘉妃面带微笑，死得十分安宁。此刻如意将手松开，羽毛瞬间被炭火烧得灰飞烟灭。如意一直认为害死景四的是金玉妍，如今杀女凶手死了，她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甚至还有点难过。其实这宫里的女人们不就是如同这片羽毛一样吗？无论生前有多风光，斗得有多狠，但终究都会被紫禁城困住，消磨掉这一生。金玉妍此生虽然做过许多错事，为了权力地位争了一辈子，斗了一辈子，最后却落得个万人嫌的下场，就连死都是静悄悄的。自己全心全意扶持的儿子与中意的儿媳对他避之不及，伺候了几十年的扎龙对他动辄打骂，更是在最后只能落得个贡品的称呼。一心向着的御史也是一出事就宣称他血脉存疑，所以金玉妍后悔了，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赴这场必死的局，后悔自己自作聪明将他人做棋子，其实自己才是别人棋盘中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弃子。如意是个极其心软的姑娘，所以哪怕金玉妍做了许多错事，如今身死如灯灭，记得的也是当年一同在王府的情分，从而感到悲哀。因为这片羽毛今天可以是金玉妍，明天可以是海兰、如意、梅若，谁都逃不出这座吃人的皇城。
因此如意烧羽毛其实也是暗喻了这紫禁城里每个女人的命运终究是万艳同悲。难怪只有魏嬿婉最得宠，因为扎龙的变态属性只有她能满足。这扎龙前期后宫中可以说是美女如云，娇俏可人的高希月，明艳妩媚的金玉妍，娴静温柔的如意，基本上啥款式的都有那么一个。但为啥轩轩要把其貌不扬的小琵琶精送去勾引扎龙呢？他就那么确定扎龙能看上这个白蕊姬？轩轩还的确对扎龙纳了小琵琶精这件事十分有把握，没办法，他太懂自己这个儿子了。看看轩轩给白蕊姬安排的路线，须有婺州郎顾。扎龙看着楚楚可怜清新脱俗的小琵琶精，那霸道总裁病立马就犯了，当着高希月就和白蕊姬眉目传情。虽然高贵妃是国手，但扎龙对琵琶弹的怎么样不在乎，他享受的是自己调教人的快感，所以才会和白蕊姬春风一度后指教他的琵琶技艺。但就这方面来说，白蕊姬明显就不如魏嬿婉了。毕竟小琵琶精自从失子后，整天脑子里都是报仇，扎龙的调教大业也只得暂时割舍。但魏嬿婉不一样，她的好学是刻在骨子里的，对于别人的指导那是十分欢迎。啥锅配啥盖，要不说这令妃和扎龙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并且魏嬿婉还深谙扎龙的大男子心态，每次都给足了他面子，以至于扎龙对这个优秀作品总是带着宽容与得意。因此扎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自己亲手调教的令妃是心思歹毒之人。而且除了养成系，令妃还有一点让扎龙欲罢不能，那就是听话奉承。扎龙因为出身问题，其实是有点子自卑在身上的。原著中荀嫔骂他都是骂扎龙天天宣称出生在雍和宫，原来出生在热河行宫。而正是这句话惹得扎龙大怒，最后荀嫔被扎龙五马分尸。所以扎龙相比于清高自傲的如意，无底线讨好的魏嬿婉自然更对他的口味，因为只有在他的身上，扎龙才能体会到自己的高高在上。更何况令妃因为不爱，所以无所顾忌，只要能得扎龙喜欢，啥都做的。像是进线路写久了，白日1v4了，换成如意是定然做不出来的。而魏嬿婉作为扎龙定制宠妃，连他的阴暗面也一同学了过去，啥疑心深重了，冷酷无情了，这都是扎龙教给小魏的。以至于后来魏嬿婉杀疯后被抓了个现行，才会对扎龙说是臣妾和您学的不够像吗？